姐姐，怎么起来了？姐姐，好久才见姐姐一次，你看起来好孤单呀，我可以陪你吗？莫夫妇说，有朋友就不会孤单了。他跟子夫妇就是朋友。姐姐，你的朋友呢？我们可以请他来做客吗？朋友啊，爹爹没有朋友。曾经是有过，但是爹爹希望他不再把我当作朋友。教主，教主，小安氏，今晚莫叔叔哄你睡觉好不好？好。什么事？这般着急？教主，这次北离派来的人到边境了，而且此人不一般。是他回来了吗？不是他，是另一个人，是一个教主你认识的人。实在是搞不明白，这些人实力如此不济，竟然还想杀掉魔教教主。你说是不是啊，我的朋友？叶鼎之，司空长风。仔细想来，这也只是我们第3次见面。不过嘛，江湖之人，萍水相交，3面，可称挚友。确实挚友，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朋友了。你比下面那几个老家伙要强，强不强，也只有打过才知道。可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念功。我也有一招向你讨教。确实一条金龙。金龙变。
真是个霸道的武功啊！不用兵器，不用拳掌，只靠自己的内力真气来对敌。见识了。你比当年我见到的百里东军还要强。哼，只可惜姬若风太懒了，多年没有发过武榜。不然，我也想知道，和百里东军那家伙现在孰强孰弱。不过，你在提到我们那位朋友的时候，是不是太过冷淡了？你就不怕他死了？他不会死的。为何？你就这么有把握？因为打伤他的是我，他的武功全废了，却没有性命之忧。然而没有武功的他，必然不会参与到这场争斗中，所以，他不会死的。说的也有道理。还打吗？方才我的话没有说完。虽然你比当年的百里东军还要强了，但是依然打不过我。这便是真正的虚念宫第九重了。听说只有师傅亲历，才能打得过的境界。很可惜，李先生不会来了，因为他和我一样，对这个北离很失望。我们都对这个北离很失望。哦，昔日的天启城朱雀使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当我成了朱雀使的那一天，我以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会使北离变得不一样。等到我们守护的那个人的哥哥坐上了龙椅，我才发现，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循环。所以我离开了天启，回到了雪域。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只有摧毁，才能重建。为了重建，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我已经流了，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行了，走吧。站住！可以啊，来挑一个。你们几个在这干嘛？狼牙，冒犯了，走。师兄，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上次离岛前，可不是这般景象。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了。二师兄，小师兄，人呢？我已经带来了。战事吃紧，长话短说，尤其是你。哎，好你个刘越，我好歹是师兄，你给不给面子啊？东君，上一次天启城一别，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他们说，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不能说这样的话。说了这样的话，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可是我是不信的。你看，如今我说我们会再见，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你呀，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这样的重逢，我觉得很好。
哇，嘿嘿，是不是成熟很多？嘿嘿，是。行了，我们时间不多，说点有用的话吧。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2位师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许久未见，这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下次吧。2位专程绕道来看我，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是。南绝犯我边境，绝非偶然。如今西面魔族猖獗，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如今北离的处境，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西面有你父亲镇守，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但是有的人，军队是拦不住的。东君，我想拜托你。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你就这么信任我？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东君，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好啊，那你叫我一声大哥，我便给你这个承诺。你呀，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大哥。我听说呀，2月之前，南绝10万大军压境，不出7天，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直取皇城啊！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担忧啊！我们南城离北境、离皇都都那么远，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啊！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上阵杀敌。今日我就上书一封，恳请总督大人，让我领兵1万，直奔南绝，以为天下之表率。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还都是些守城的兵。谁人如此大胆，妄议上官？在下谢轩，乃一介书生，途经南安城，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你刚才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
我只是想说，不是你的兵不行，是你不行。大胆！你个小小的书生，竟敢挑衅总兵大人！大人不降，难道你降？书生，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可带兵打仗，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比如说，你会用剑吗？我读过很多剑谱，我还读过《孙子兵法》呢，都是些绝世的剑谱。书生，你若会用剑，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否则严惩不贷。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虽然我嗤之以鼻，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会是怎样一柄好剑？唉，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甚至有点俗气的剑。不过这样也好，天下从不缺名剑，缺的是名剑士。大人，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你的剑太久没用，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剑仙，仙，一剑便成仙了吗？可惜，你说了不算啊。乱世如雨，落下来的时候，谁也躲不开啊，便只能入世了。明德7年冬，南绝北上，北蛮临江，西域不安。次年立春，魔教正式东征，进犯中原武林。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南绝，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御敌国门之外。八公子之柳月清歌莫尘前去相助，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朝下，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为正道魁首，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这边可真冷啊！来，喝点热汤，暖暖身子。舒服。你说说你，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怎么真气运转一下，还抵不住这点寒气？那多没意思啊！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今天可是新年啊！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怎么人还没来啊？来了！哟，这么巧啊！这种日子呀，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简直赛过神仙。哎，司空长风，几年不见，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百里东君，几年不见，不喝热酒，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你们先聊，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
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今天是新年，我特意多备了几坛，不醉不归。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7盏星夜酒有没有？我可好多年没喝了，天天想着念。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行吧。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什么审美？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胡说什么呢？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本身就是乌金色的。枪倒是个好枪，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用顺的枪为何要换？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自然是听说了。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略占下风，全身而退。还略占下风，损不损啊你？不过这故事没说完，我虽然全身而退，但枪断了。那天，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结下来的情谊，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这么说吧，我平生所见之人，只有1人比他强。师傅。对。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和叶鼎之的不一样，很奇怪，形容不上来。想那么多做什么？到时候以剑试之，不就知道了。二师妹，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还故意压低嗓音，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像柳月师兄那样。这么多年不见，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我哪敢嘲笑你啊！快坐。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因为这样，显得更有杀气。行行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拿着它，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是啊，我看到你爹了，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你就放心吧。放心什么呀？谁要问他了？嗯。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啊？听着还挺动听，而且没什么敌意。那就好好听听吧，美酒配笛声，妙哉妙哉。哎，司空长风，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你可有收到我的信？等我回来。有是有。大师兄，你这信可来晚了，他刚抱得美人归，猴急着呢。你信送来的时候，人家早就成亲了，现在女儿都抱上了。哎，喝什么酒啊？别喝了，这么不仗义。别呀，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可别浪费了好酒啊！别生气了。自然是有人喝的。外面的客人，要不要进来喝一杯？主人未请，不敢进。客人不曾说出姓名，主人又如何敢请啊？我的名字很普通，不如里面的各位。就算说出来，你们也未曾听过。他不像是魔教的人。
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主人远了，进来吧。遵命。我叫叶小凡，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叶某不才，也想加入雪月城，一起对抗魔教入侵。哦，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二师妹，试试招。等很久了。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是啊，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哼，有几分能耐？还没完。这剑法，你方才说你姓叶，其实我本不姓叶，可是叶姓从何而来？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从那天起，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武，但他只交给了我。不过，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因为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做我的姐夫。这个人，便叫叶小凡。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后来，他从村里走了，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叶小凡，你先别走，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他说：“到时候我名扬天下，你出闯江湖，你说你是叶小凡，我来找你。”我就说我叫叶小凡，他定会来找我。你叫叶小凡，那他怎么办？他说他会剑荡江湖，问鼎天启，以后便叫叶鼎之。叶鼎之，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小姐，小姐，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小姐永远都是小姐，即便是教主，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也是会拔剑的。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这是其一。其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忧疑。但教主不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小姐也知道，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
想要整合，更是不可能而为之。但教主做到了，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是不是男人都这样？信奉强者，信奉力量，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我父亲是，吴相是，就连你们也是。毕竟，每个人都向往美好，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我们来此，本来是想要迎回小姐，但这句话还未开口，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即便我承认，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小姐的内心，我们一直都知道。可是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我有私心，齐宣有私心，域外32宗皆有私心。小姐，你也有私心。哦，什么是我的私心？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君。韩毅，我认识的叶大哥，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他一定另有隐情。我想加入你们，亲口问问他的隐情。我听说今天下午，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那人是你吧？是，我把他们都击退了，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叶小凡。我等他来找我。好，从今往后，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大师兄，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就来了这么多客人？瑶儿，你可算回来了，我都快饿死了。新年了，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别愣着呀，快坐。来，今天过年，不醉不归，喝酒，干！今日乃吾教立为中原之日，望吾教众一雪前耻，不死不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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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教主。谢剑仙许久未见，怎么游离到这里来？我并非游历而来，
而是握剑而来。谢轩公子这是何意？字面上的意思。如今我乃山前书院新一代院监，同时也是一名剑客，家国有难，书生握剑。这是魔教东征的号角，你们听。来这里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阵仗。谢剑仙，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天地欲乱，以己身平恩仇。啊？我书读的少，这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杀人。就这几个人，还想突围？是叶鼎之。他也如此强了吗？我去通知其他人。好，追！左右护法，孤虚阵已布好，北离的人过不去。祝教主旗开得胜，万天前行。云哥，长风，百里东君，你也定是来追叶鼎之的吧？这雾不一般呢。背孤击虚，一女可敌万人。孤者，高尚独尊之象；虚者，卑下虚弱之象。孤虚者，兵家战胜之密道也。孤虚阵，你也知道？学堂大考时遇到过，当时天配天无做事，也就是诸葛无成，就是用了此阵，来围困我和云哥他们。诸葛无成，果然，这孤虚阵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阵法，随着诸葛一族的销声匿迹而失传。它乃兵家大阵，有兵家之气。可我带兵数年，这阵看着没有一点兵家之气，反而是鬼魅异常。剑走偏锋就不是孤虚阵了，乃鬼阵。入阵者当如何？这大白天闹鬼了！所见非所见，四处藏杀机。所见非所见，但所闻却是真所闻。当身边风被撕裂的时候，就是敌人出现的时候。这雾越来越浓了，祁连山上
有着来自北离各派的人，可他们不知道，这里有孤虚之阵。祁连山，巧合吗？什么？我们要破阵。如何破？找阵眼。 这是什么邪阵？必须得尽快破了它。 这就是孤虚之阵吗？据说，这还不是诸葛家真正的孤虚阵，那就有如此玄妙了。诸葛家的孤虚之阵只应天道，而我们的孤虚之阵却可窃取天道。二位护法，还请速速入阵。 谢轩，找到了吗？被我找到踪迹了。能在冥冥之中将气运引到己方心上，以此压过敌方一头。虽然魔教布的是鬼阵，但破解之法也大同小异。鬼道必主藏，这阵眼自然在这山间最能藏气处。在山的西北面，有一座绵延无际的群墓。 葬着当时韩玄以及整个韩家军。韩玄欲反，却因兵败而被坑杀。这叶鼎之不是也要反吗？兵有兵器，兵器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越聚越深，自然便是山间的藏器之处。好，你可愿继续用剑旗为我开路？荣幸之至。 真是一把好剑，它叫什么名字？人间道理万卷书，我的剑叫万卷书。哈哈，有此好剑开路，必当得胜而归。我也去。不行，你去了，无人替谢玄护阵。他的剑正好又在为我开路，此时敌人来了，他可就得死在这儿了。你就待在这儿，待我破了阵，你便一直往东去。 去阻拦你的好兄弟，可你一个人，放心吧。在遇见你之前，我一直都是孤身作战。走了。不必担心，北离兴剑，南蛮用刀，世间用枪者寥寥。 以至于世人忘了，枪才是百兵之王。世间鬼魅最怕的，便是这枪。来了这么多天，我觉得这里异常阴冷，原来是因为这些冰木啊。
日睡在这冰幕之侧，还真是有些不敬啊。在下司空长风，是世间一名浪客，飘荡到此，见到各位英雄，没有带香，便以此根长枪作为一炷香，遥敬各位英灵。哎呀，完了！刚刚忘记问的死书上找到针眼之后该怎么办了？这么多分，难不成一个个得给他挖出来？啊？孤魂草。我怎么看到针眼时闪了一下？有人接近针眼了，长老。无妨，接近了又如何？他破不了阵的。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听药王说过，这孤魂草多长在山野坟地之间，最喜欢土壤肥沃的地方，聚气之处应是最茂盛的。我有一套枪法，名为惊龙变，是我师父李长生所教。今日我不用，我还有一套枪法，枪起翻云，枪落覆雨。今日我也不用。我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很好听，叫做司空千落。我很想她，所以我创了一套新的枪法，名为千落。诸位将士，可看好了！长老，到底是谁的枪剑，竟能如此延绵浩瀚？司空长风，第1000枪，便送诸位将士魂归故里。胜破了，杀！狼狈了，狼狈了！待会儿见到百里东军还有谢军，一定要说自己只用了1枪，可不敢说用了1000枪啊！司空长风，还活着呢，任务完成了。走了，走了。哎呦！
多谢。别让我失望啊！定不负君之所望。玉珍，我驴呢？在这呢，师兄，等一下。快点啊！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让你给我装行囊，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来，师兄。哎，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都是我亲手种的桃。我又不是你，那么爱吃桃。况且这桃，真是给我吃的吗？说什么呢？你不要拿了。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好了，兄长，我走了。哎，师兄。别想了，你不能去，好好在山上待着。哎呀，想去的不能去，不想去的，非摁着脑袋逼着去，真烦人呐！人家老婆没了，讲话来天经地义，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要我说，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圈一帮牛鼻子，不解风情，还坏人姻缘，作孽啊，作孽！玉珍，你可不能学他们，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啊！哦，你不能下山，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师兄，你还走不走了？走，走，这走了，走喽！师兄保重啊，早日回来。以此山为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你说不过便不过，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想不到域外之地，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关键是他们人还多，来了一批又一批。不是他们人多，是你们心太软了，总是伤而不杀。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第二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是。是你们，暗河？没错，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他们都要死完了，还不欢迎我们呢？不过小昌河说的对，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就是矫情。他们都要杀你们了，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你们暗河至此，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当然不是了。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魔教入侵北离，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们。你们玩什么花招？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暗河，送葬师苏昌河。暗河，斗笠鬼苏哲。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你说他啊？做魁了，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不过你放心，他也来，还是主力。
景轩，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回陛下，刚刚送到。念吧。是。男爵大军此前所占之城，尽皆被琅琊军收回。虽然男爵兵马仍未退去，但已难成大事。胜。男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男爵，本就是不难之事。西面，西域乱民已被镇压，只是偶有流寇作乱，已不成大器，也是胜。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委实有些浪费了。至于北面，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是，陛下。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如男爵，但却远胜男爵大军10倍有余，是真正的虎狼之势。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又得贵人相助，请陛下放心。贵人？军报上说，上面说，魔教大军已被拦住，只有一人突围，正往天启城而来，让我们坚守皇城，保护陛下。哼，区区一人，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哼，笑话。这个人叫叶鼎之。看，来得好快。新剑有灵，他在害怕吗？不。是兴奋。
陛下，刀剑无眼，还请陛下速速回避。来不及了。剑心主仙剑传人，好剑，好剑心。好强，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明知我是来杀你的，你还不懂，真是大胆。孤坐得端，行得正，怎会怕你一个贼人？贼人？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宣妃早就嫁入孤的景玉王府，是你将她哄骗拐走，怎会是孤夺的？宣妃，懿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我们有约在前，有情在后。萧若琪，是你强迫她嫁入皇室，是你们北离，让她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叶教主，我实在不想跟你打，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所以，来吧。虽然我不想说，但我必须要说，叶鼎之，现在回头还是正道。屁的正道！道法万千，何来唯一之道？我的道，就是守卫古苏城外那个小草庐。你的草庐已经毁了，但是人还在，只要人在，就能重新盖起来。昔日。姬若风，你通晓天下武学，这个叶鼎之，如今这么强大，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不是神游玄境，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已是四境之外。看如今神通，应该是鬼仙境。还有谁能拦我？阴中超脱，神相不明，鬼关无性，三山无名，已是逍遥天境之上。某种意义上，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只不过是入了魔道，陷入了心中的执念。所以，虽然看似强大，却充满阴邪之气。我所见入魔之人，都是失了神智的，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看似清醒，却被执念所困。若是国师未出天启云游，今日还有可能解他执念。不过万事没有如果。你的功法竟能压制我的内力。北离朝中居然也有人练过虚念功。你错了，传于北阙的是虚念功，而留在北离的才是虚怀功。两门功法一脉同源，本就相生相克。你真气受损，就被我占了先机。此战，
是你败了。相生相克，那是建立在你我境界相同的情况下。如今，你不过才迈上高山，而我已在云中。你比起你那被困在皇陵的师傅卓清，还差得远了。当年岳风城和百里东军同时将内力注入我体内，被我一人所收。你是个什么东西，敢与我比拼内力？抢了我的内力，还这么沾沾自喜？谁？无妨，是镇西侯的孙子，百里东军。你来了，好久不见了。没有我以为你不在的那10年久。不过，那10年虽然你不在，但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可如今，却是背道而驰。所以，你终于要对我拔剑相向了吗？来吧。哈哈哈哈哈！百里东军，当年你随若风来到天启时，孤在城墙上看到的，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现如今，倒真有一副侯府公子的模样了。哈哈哈哈哈！莫要踏过此剑，叶挺之的事我来解决。云哥，回头吧。所有被魔教杀害的百姓都是无辜的。云哥，我不想对你出手。我长大了要当白羽剑仙，我长大了要当青羽九仙，我长大了要无拘无束，行侠仗义，我长大了要一起酿酒，和你一起快意江湖。哈哈哈哈！19年前，杏花也是开得这样好，你那时贪凉，早早便换上了薄衫，却没想到被一阵倒春寒给吹病了。我说待你好了，同你，同文君，我们一起去赏杏。只可惜世事无常，便没了机会，一直有些遗憾了。如今时光正好，我们便一同去看这场杏花。云哥，想想那些无辜的百姓，回头吧。东君啊，我想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那我便打到你回头。相识这么多年，我们还没有真正打上一场。听说那日你功力尽失后，便觅得了良机。我也想看看。好强的内力，他比秋水诀更强。这是我自创的内功，名为垂天。很好。谁？师兄，师妹，好久不见。我听他们说，自我走之后，师兄就自请去了木良城。这是？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师兄，我好像听到了琼龙月的剑鸣，是他，对吗？是他，他回来了，我带你去见他。世上竟然同时出现2位少年英才，如若他们未曾背道而驰，那北离的江湖5岳将彻底压过南绝100年。二人的对决，看着虽然眼花缭乱，可分明叶鼎之已经占据了上风。若百里东军败了，我们便只能继续以死相拼，谁都逃脱不了。二人此刻只是彼此试探，并没有挥出至强的一剑，高手胜负，只需一剑。我在等那一剑。我今日这壶酒名为须臾，是我初入江湖时所酿的。叶鼎之，所谓须臾，便是生死一念间，进退一念间，天下一念间。我此剑传师傅仙人之风采，你可看好了？我这一剑乃东岳虎鞭，师傅赴死一剑，非仙非魔，不死不休。我从未见过世上竟有如此绝望之剑。这便是你方才说的叶鼎之最强的一剑。
方才有机会不败的。那么现在，轮到你了。 师父，我终于找到我的大道了。叶云，你站住！还没完。我的道。 我找到了，我要这世间的正义永不妥协，我要这世间的污浊变为清澈。陆行此处永安时，偏要劈石开出新路。大道朝天，我看谁敢拦我！ 腿为剑柄，以身为剑身，拳为剑手，指为剑尖，这是以人为剑。回陛下，最后那一剑，奴才也没有看清，但从形势上来看，百里东军胜了半招。
来人，擒下叶鼎之！陛下，来了。800里急报到了。师兄他赢了。那不是很好吗？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赢了是好，但他把叶鼎之带走了。哎呀，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若是早都换我去啊。算了，换我去我也打不过叶鼎之。大师兄为什么要把叶鼎之带走？因为他认为还有机会矫正错误。可很多人因为叶鼎之而死，或许不是他杀的，但因他而死。我只能说，根源在更深处，不在叶鼎之。那些在南境、北境中战死的士兵，那些在与魔教交战中死去的江湖人，他们和那些恩怨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叶鼎之一样。说得好。说得真好。李姑，李公子，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说得特别好，特别有我们暗河的风范。要不然你换个姓吧，叫苏寒衣。我们苏家欢迎你。谁要去你们那儿当刺客？当刺客有什么不好的？对吧，沐雨？一个人杀不了叶鼎之，我与你同去。这信上都说了，天启臣2大少乎李新月和姬若风联手都撑不过1炷香的时间，你们能行？那加上我们够不够啊？天山派王仁孙。无名剑叶小凡，无双城宋燕回，还有望城山王一行。不是，他们几个我理解，王一行你怎么来了？你以为我想啊？师门有命，我不得不来啊。去吧，要保重啊。其实，很久以前，他还住在姑苏城外的时候，我曾碰见过他。那时我还小，自己偷跑出雪月城游历，他教了我几招剑招。我问他，他是谁？他只说自己是江南的游侠。我那时很仰慕他，就像当年的叶小凡一样。但有些事情，错了就是错了，是无法回头的。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我与洛清扬约定，离开天启城后，我们分2路南下，
在姑苏城相见。之后，云哥带着文君隐居，我们另做打算。如今战乱四起，北蛮和男爵都响应了魔教之事，只要云哥不出现，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北蛮和男爵都有自己的目的，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今北离三面是敌，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你班昭胜了他的时候，你是北离的英雄，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放弃，一定会有办法的。嗯。如何了，教主？败了，败了，败给了谁？败李东君。然后呢？探子说，败李东君带着教主一路南下，但具体去了哪儿，就不得而知了。南下。莫非是男爵？不是男爵，爹爹一定会去姑苏城的。其实爹爹不想做什么宗主，他只想回到那个草庐。还是个小孩子，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是个孩子，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大人去想吧。我点了安眠草，他太累了，但他毕竟内功高深，还是小声点为好。叶公子想要同我说什么？你应该猜得出来吧？我听说过很多种入魔的形容，却从未见过你这样的。神志清醒，良知也还在，这入的是什么魔？魔头不应该都是失去理智、大杀四方的吗？这魔本就在一念之间。之前的我不在乎天下苍生，更想杀尽所有与我为敌的人。在正道看来，我怎么不是魔？东君，他想要救天下，又想要救我，这不是正道，也不是魔道。那是什么？是他自己的道。
但他的道再大，我也注定无法与他并肩而行。我走了，你不必白费力气拦我，我也不想伤你。可你的伤无妨，东君没有下死手，更何况你也应该清楚虚年宫的自愈能力。好了，等他醒了之后，带着他往西走，走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不要再同我有任何干系，我会用我的方式终结这一切。好香啊！来尝尝这个，真好吃。没下雨，你为什么打着伞？是伞，也是武器。传说中的18剑阵，对吧？我倒是挺想一见，只可惜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你笑什么？因为好笑啊！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纸伞鬼交手。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也对，李姑娘，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毕竟你还曾2次问见过我们望城山。哎，你看这桃子眼熟吗？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是我多言，是我多言。哦，对了，我刚才就想问你呢，兄台。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那可不，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1年4季都可以吃到桃子。偌大的一座山，说布阵就布阵。但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李公子，来，接着。要吃可就快点吃了，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来的居然都是一些故人。好久不见。
学堂一别，是好久不见了。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叶大哥，除夕那天，我去了，本想见见你，还是算了。此前你说后会有期，如今又见面了，我很开心。当年一见，风姿灼灼，本想着向你问剑，可以胜你一招，却未曾想是和那么多人一起过来杀你。人生在世，又有多少事是可以想得到的呢？暗河的杀手，我听过你们。听说你开始赚伞柄的时候，就是要杀人了。无产！啊！师傅，叶大哥出事了，我去。无产呐，万事有因，必有果，这是他自己的因果。真是我要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叶鼎之，现在总还来得及。魏沐雨，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这一群7个人，就你我加上这个油盐不进的李寒一想杀他，我们暗河这是造了什么孽啊？他受伤未愈，还不是时机。那是最后一剑的机会，我留给你。
招叫什么？这一招叫沐雨。果真像一场漂亮的剑雨。我师父留给我的旋风剑，也曾经想这样，可惜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借刀一用，瑶儿，你应该拦住勇哥的。他执意不想连累你，要和你分道扬镳，你就算醒着也拦不住，何苦内耗，让前来追杀的人渔翁得利？东君，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的话，那个人只能是易文君。季若风，你不好好养伤，跑来做什么？我这一路看到了很多门派被灭了门，很多百姓被无辜杀害，乃是潜入北离的魔教教徒所为。虽说不一定是叶鼎之的旨意，但终究和他脱不了关系。你若是救他，那就是和整个北离江湖为敌。可你代表的是学堂，是雪月城，是北离正道。虽说老祖宗没有给我指示，但我有必要来阻拦你。那你试试。你以为你是在救他，殊不知你这么做只会害死他。何意？虽然叶鼎之入了鬼仙境，但他对所有在乎之人仍有感情。你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他就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恩赐，因为他现在是世上最恶之人。而如果你救了他，就等于把自己推入深渊，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你救他的。你想带他回南绝，他就一定会留在北离。这么说，你能懂吗？那按照你的建议，我该如何做？让叶鼎之自己战，自己逃。倘若他赢了北离江湖，逃回了南绝，那是他的运气；倘若输了，死了，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和你百里东军没有任何关系。你做的够多了，错的也够多了。虽说世人有愧于叶鼎之，但叶鼎之也已经复仇于世人。他已经回不了头了，他只能做一个魔头。而你，若是强行走上这条路，那你就不配是学堂的百里东军，雪月城的百里东军。你的师父古尘、李长生、南宫春水都劝你此生要随性而行。可随性而行不是任性而行，就走到这里吧。不然这次我不会再有半分保留，定与你死战。月瑶姑娘，你觉得我此番话说得如何？依我看来，自然是希望东君一切平安。便是挥一挥袖子，回到那雪月城去。但是现在的我呢？我决定听东君的。东君说走，我就走；他说打，我便打。堂主想要死战，若我们二人联手，你便只剩一个死了。哼，月瑶姑娘，还真是令在下钦佩。我可以接受很多事，但绝不能接受云哥被杀死，绝对不能。只要能先将他护下，剩下的事，我和北离的皇帝、北离的各大门派去谈。你说的太容易了。有人来了。
叶教主毫无够。你以为你找到了最好的机会，可面对我，你没有机会。不，我始终知道，机会还没有出现。这才是机会。似乎是演练千万遍才能有的合击，可却要有第一次拼尽全力使出才有的决然。或许这就是剑客之间的默契。我曾经也想成为这样的剑客。老王，对不住了，刀断了。我说了，你们躺。我在血剑里藏了一道剑气，你再不想办法，他就要把你的五脏六腑搅碎了。他在用功，想要逼出那道剑气。快来个人，过去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就行了。没办法的，那一剑我们二人谁都没有留好手，机会就是这样，从来都只有一次。不对，我们还有一个人没有动手。娘娘，别这么看着我，我怕我会心动。娘娘，这位就是叶鼎之的心爱之人，叶文君。月瑶姑娘好，我听云哥说了，你是东君的心上人，果然真的很是貌美。叶姑娘真是好美啊！是啊，是那种会让天下大乱的美。文君，若是当年我回天启城时，多打探一下你的下落，或许今日不会如此。不必自责，东君，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师妹，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要回家了，就此别过。我护你回去吧，那里有太多不该前往的人前去。东君，你也是不该去的人。你该去的地方，应该是喧闹富饶的钱东城，或是风花雪月的雪月城。你为我们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你再踏出这一步，便是与天下为敌了。云哥不希望看到这些，我也不想看到这些。可云哥不能死。
如果当年能说服他不带我走就好了。如果当年草庐内我的内心能更坚定一些就好了。可惜没有如果，这一切终究都是我的错。娘娘，我也想劝你。师兄，若他再唤我一句娘娘，你就杀了他。好。没想到，最后杀死我的人竟然是你。就像我曾经杀死那个身为叶小帆的我。你为什么要做魔头？为什么要挑起战争？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生似乎都在失去。我接受不了这种失去了。你走！你走，你往男爵走，一辈子都不要回来！我帮你拦住他们，你给我走！你笑什么？我想笑就笑了。你们几个真的是太好笑了。也罢，老爷呀，当初我不把你一个人丢在王府就好了。是个傻孩子呀！现在不觉得可笑了吧？你们带上他走吧。我自认为我的口才比娘娘、比伊文君要好些吧？为什么听他的，不听我的？因为他相信易文君，不相信你。有道理。杀气，他们是去杀云歌的。不，我不会听任何人的。看来东君，他下定决心了。没用的，他们想要的结局，终究只是一场碎梦。
神，云哥，我来了。上一次我们三人相聚的时候，还是在听白羽剑仙的故事。天下风云出我辈，踏歌纵剑莫回头。话说这白羽剑仙，试问天下，谁能挡我一人一剑？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都亮了呢。等我20岁，你18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开天启，一人向北，一人往南，独自去闯荡江湖。等9剑成仙的时候，便是再见之时。你要当剑仙，我便不与你抢了。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9仙，
那我就去做那酒仙。那好，我们一酒一剑，快意江湖；一酒一剑，快意江湖。天下风云出我辈，踏歌纵剑莫回头。英雄美人终百古，空忆年少并辔游。却说前朝有位白羽剑仙，一人一剑。斩天启牌匾，破万千铁甲，携弟子离城而去。同时见到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和一辈子最值得托付的兄弟，叶鼎之身上的魔气终于慢慢褪去，心中执念已破。不再是鬼仙境，这不是件好事吗？是好事，可执念已破，也就意味着他变回了以前的叶鼎之。若是以前的叶鼎之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如今他的好兄弟和心爱之人所面对的困境，不会再有第二个选择。江湖路虽远，却有踏尽之日。心中梦不灭，却有再起之时。白羽剑仙传已到此终结，谁又会是下一位剑仙？真想回到那时候啊！云哥，云哥，云哥！本以为他已是强弩之末，没想到竟还有如此功力。他这是在散功，他将自己一身的内力都散去了。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无论如何，叶鼎之都是一个值得敬佩之人。云哥，云哥，文君，当年你走之后，我一直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我，让我越来越绝望。所以我决定拼尽一切，也要再次把你从那里带走。云哥，我们先离开这里，先离开这里再说好不好？但有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从来都相信你不会主动离开我。我这一生也未曾怪过你。我知道的。东君，我的孩子安世，还有那些随我从冰原来的人，都拜托你了。
我的命。一切有为法，尽是因缘和合，缘起时起，缘尽还无，不外如是。明德8年春末，魔教教主叶鼎之战死于姑苏城外，7名江湖人士联合完成了这场狙杀。叶鼎之身死后，魔教前教主之长女不知所踪，幼女自绝于囚室内。魔教众徒群龙无首，魔教东征落下帷幕。南北战场，琅琊王萧若风与柱国将军雷梦沙分别大捷，除此2人，其师兄弟皆归隐江湖。明德8年夏初，琅琊王举证当年定远将军谋逆案存疑，为其翻案，震惊朝堂。
民间哀痛定远将军之冤，亦爱戴琅琊王之善，官民鱼水一心，北离王朝自此迎来海清河晏的盛世。文君，想来我应该唤你一声阿嫂，没想到20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阿嫂接下来有何打算？我现在心里最挂念的是安氏。安氏应是与天卫天那些人在一起。如今云哥身死，天卫天之中定是大乱。依安氏身份特殊，处境恐怕会很艰难。是啊，我想去寻他。阿嫂的身份，最好不要出现在他们面前，还是交给我吧。你当初不该走。百里东君，云哥不怪你，可我怪你。毕竟他那么的喜欢你。再见了，阿嫂。我会把你们的孩子带回来，也会把病原上那些人送回他们的家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云哥永远回不来了。是啊，永远回不来了。锦轩大监，娘娘，不如听一听奴才的忠告。小殿下如今还在宫中，这是其一。这其二嘛，娘娘的另一个孩子，若想一直安稳地活下去，只靠一个百里东君，恐怕不太够吧。娘娘，请吧。
文君，文君。魔教教主已死，把他的儿子交出来！口出狂言！百里东君，百里东君，此刀不拔，魔教众人不得下山，北离众人不得上山。若有人不服，便与我试刀。伤了叶鼎之，便可以如此目中无人了吗？没错，胜了叶鼎之，就是可以这么目中无人。不然，你也可以大声点试试。哼！这是云哥的孩子吗？我叫叶安世，请问我的父亲是真的死了吗？白发仙，你随我来。虞姬，百里东君，我们的宗主，他现在在哪儿？他死了。是你杀了他，你觉得呢？和谈吧。和谈？我们还有机会和谈吗？我说有便有。想必你比我更清楚你们如今的情况。再打下去，除了死更多的人以外，并没有任何意义。回你们的域外去吧。对你们来说，这至少还能保住你们的家园。什么条件？一个人。你想要少宗主？宗主他才刚死，你就想用他来换回我们的命？我和雨季追随叶鼎之，是真心实意佩服他强大，自然也会承认他的孩子。我们是绝对不会背叛我们宗主和少宗主，这是我们的信念。如有违，勿宁死。若叶安世随你们一起回天外天，会如何？在你们东征之时，叶鼎之是你们的英雄，可他死了呢？他的孩子只有5岁，随你们回到域外之后，是会成为那些人争权夺利的兵器，还是发泄失败怒火的对象？你只需要告诉我，回到域外之后，需要多少年，你才能和紫衣侯重振天外天，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你们2位一样，毕生誓死追随叶安世。6年，至少要6年的时间。12年，我给你们12年。今日，我百里东军与你们立约，自今日之后，12年之内，域外各宗门不得踏入北离1步。叶鼎之之子叶安世，扣留北离，12年之期1日不满，1日不得离开。这样可以了吗？我不信北离的人，但我相信你。这12年的时间，有你悉心教导，我相信，我们少宗主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的。我没有资格给他传业，
他有更好的老师。是谁？也是故人。这柄刀便是信物，你们召集所有还在北离的魔教中人，让他们把自己的刀收回去，马不停蹄地离开这里。15日之后，若北离还有他们的踪影，我便会亲手杀了他们。百里公子，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们雪月城下的，雷家堡、温家、唐门、天山派、望城山还有暗河都同意了，你可有异议？没有的，没有的。子叔叔，我不要走。乖，别怕。孩子，还记得你的家吗？不记得。你父亲走的时候，你没有送他。现在我带你去祭拜一下他，可好？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回来了？回这个字很有讲究。家在哪里，哪里便是回。莫叔叔，来吧，好好的听百里叔叔的话。等我们来接你。那年你17岁，到时我们会和天外天所有的人在域外接你回宗。那一日，你便是我们真正的少宗主。12年，很久吧？很快的，当你闭上眼睛再睁开，那便是12年了。人生不过是须臾之间。三城主，哎，三城主，你们要干嘛呀？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因为这座城只有您能管。那凭什么什么事都让我来管啊？因为你已经成家了呀。成家怎么了？有老婆孩子又怎么了？我生来空空，去也空空，哪有那么多束缚？所以，是老婆孩子的错喽。娘子，你怎么来了？哎呀，真是一会儿没见，十分想念。你刚刚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呀，胡言乱语。回去再收拾。娘子小心。